大家好，我是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阿远。今天我们来详细谈谈微塑料污染问题及其与健康的关系。塑料是我们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食品包装到电子产品，我们每天都在使用它们。然而，随着我们生产和消费更多的塑料制品，我们也创造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污染问题。塑料是由在地球上自然存在的石油和植物矿物等材料制成，但最终产品本身完全是不自然的。每一件生产出来的塑料制品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存在，即使它们不为人们所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塑料制品已经被分解成微塑料，这是长度缩小到5毫米或更小的微小碎片，甚至小到肉眼无法看到。第一次发现微塑料污染是在海洋中，科学家估计仅在上层海洋就有 24.4 万亿个微塑料颗粒。地球的海洋中有5个主要的洋流环流带，也就是垃圾带，聚集了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个塑料碎片。在微塑料团块中还有更大的垃圾碎片，包括渔具、瓶子，甚至是手机。由于这些垃圾带的循环运动，塑料制品会被困在海洋环流带中，并被太阳和波浪分解成微塑料。那么，常见的塑料制品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完全分解？一个塑料袋可能需要1000年，而一个塑料瓶可能需要450年，一根塑料吸管可能需要200年，一次性尿布可能需要150年才能完全分解。微塑料的类型有哪些呢？有5种主要类型：纤维、微珠、碎片、小珠和泡沫。纤维来自洗衣废水和香烟头，微珠来源于肥皂中增加去角质功能的小型塑料球，碎片是由大型塑料制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分解而产生的，小珠是制造和用于制造较大塑料产品的小颗粒，泡沫则通常用于快递包裹中。微塑料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海洋，包括工厂、海滩垃圾、微小污染物、河流入口等。当微塑料下沉时，它们常常被海洋动物误认为是食物。微塑料也可以通过鱼和其他水生动物的鳃或口进入，从而积累到食物链上。这些小颗粒的塑料已被发现存在偏远的地方，如深海和南极洲，甚至在我们的身体内。由于塑料无法完全分解，它们对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了重大威胁。研究表明，微塑料可通过食物链、空气和饮水摄入人体，其中水产品是最主要的摄入途径，因为它们生活在水中，经常摄取水中的微塑料颗粒。摄入微塑料后，它们可能在人体内停留数小时至数年之久。微塑料被认为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以下影响：炎症反应。研究表明，摄入微塑料可能会导致炎症反应，这可能会导致肠道、肺部和心脏的损伤。毒性。微塑料含有一些有毒化学物质，例如聚苯乙烯、硬脂酸酯等。这些化学物质可能会在人体内释放出来，并对人体造成损害。内分泌干扰。微塑料中的一些化学物质被认为可能会对人体的内分泌系统产生干扰，这可能会导致生殖系统问题、代谢紊乱等。那么该如何解决微塑料污染的问题呢？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防止塑料进入环境。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减少塑料使用并鼓励回收利用，这有助于减少最终进入我们的海洋和水道的塑料垃圾数量。此外，政府和行业可以实施政策和实践，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并推广更可持续的替代品。另一个解决方案是投资于创新技术，捕捉和清除现有的微塑料。科学家正在开发新技术，例如使用电场或酶来吸引和分解微塑料，甚至使用专用机器人清理海洋中的塑料碎片。最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小的改变来减少微塑料污染。例如，我们可以避免购买一次性塑料制品，选择购买使用可持续材料制成的产品，以及正确处理塑料垃圾。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对环境产生积极影响，保护我们的星球，让它可以为后代延续。总之，微塑料虽小，但却是重要的污染物，正危害着我们星球的环境和各种生命形式。我们需要采取行动，通过防止塑料进入环境，投资于创新技术，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做出小的改变来减少微塑料污染。通过共同努力，我们可以保护我们的海洋、野生动物和我们星球的健康。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若您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哦。新知识正在来的路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谢谢您的支持。